同志们，今天我们来讲讲最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见闻。我们都知道今年美国马上就要250了，在此美利坚大寿之际，我最近正好在附近出差，作为凑热闹的一名，我决定提前来到华盛顿特区踩点儿。一开始吧，我的计划就是吹吹微风，看看古迹，做个优雅的文化人，所以从今年4月到7月，我就没事到处在 DC 逛一逛。结果我发现这短短2个月 DC 为了大庆还是做了点功课，堪比大变活人。今天我就来大家浅逛一下华盛顿 DC， 看看美国首都面孔最近有什么变化。不愧是首善之都，到处都是军警。先来说说这华盛顿纪念碑，4月底的时候，这儿的草坪简直是人类高质量发呆圣地。你看看这天儿，这云，这跟戳破天空的大铅笔，春风拂面。我当时觉得建国250周年的首都可真舒服，在这儿散步完全也不觉得累。然后6月底，我为了感受一下即将到来的国庆氛围，又来了一次。各位，国庆的气氛我没太感受出来，但是我感觉自己快被 BBQ 了。你看这太阳巨毒辣，纪念碑周围连个隔音梁的树都没有，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日骨，无情地炙烤着我们这些为了凑250周年热闹的游客。不过说实话，看着蓝天白云下被阳光照得发亮的纪念碑，还有周围即使热到变形也依然疯狂拍照的人群，这种充满生命力的躁动确实很有美国国庆那味儿了。这个纪念碑其实是可以提前预约登上去，在登上华盛顿纪念碑之后，坐上高速电梯直达塔顶的观景层，前方正对着国家广场，可以看到为了迎接国庆活动，在正中间搭建的台子。国家广场的尽头就是美国国会山，两侧排布着各大国家博物馆和国家机关单位。然后来到北侧，就能看到我们川宝的家白宫。很明显，白宫中侧在施工，这就是总统大人要做的园子，不对，是一个宴会大厅。看这进度，大庆前可是完成不了啊。它前面就是著名的椭圆形草坪，每年圣诞节前后都会放一个巨大的国家圣诞树，可惜现在这个地方封了，不让人游览。在西边可以看到林肯纪念堂倒映池和它尽头的林肯纪念堂，在前几个月的时候水抽干了一段时间，重新整修。现在呢，可以看到是为了庆祝国庆的活动在施工。然后远方的高楼就是阿灵顿的Downtown Rosslyn，因为 DC 特区有规定，高楼不能超过40米，所以大部分的商业设施都坐落在河对岸最近的弗吉尼亚州。最后是来到南侧的杰斐逊纪念堂和潮汐湖，每年的3月中旬至4月中旬，这边会举办2周的樱花节，在此期间呢，特别适合来 DC 观看樱花。顺着纪念碑往 National Mall 的西边走到头，就是著名的倒映池和林肯纪念堂了。4月底的倒映池呢，比以往都要平静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我正好赶上倒映池在维护，整个池子的水抽得一干二净，可惜了这么好的天气。林肯纪念堂前面有长长的阶梯，走在这条著名的阶梯上，看着里面林肯老哥端坐在那里，你会觉得特别神圣。当时我还心想，林肯在这儿坐了这么多年，看着池水春去秋来，一定很惬意吧。直到7月1号，我再次站在这里。我收回之前的话，现在的倒映池
水面不仅反光，简直是亮瞎眼级别的物理攻击。你再看看纪念堂台阶上这些人，密密麻麻，大家都在为即将到来的独立日庆典做准备，或者单纯就是来找个阴凉地儿喘口气儿。咱就是说，林肯老哥250周年国庆，大家是很开心了，但是你坐这儿没空调，真不热吗？这边是林肯纪念堂，然后这边是有一个临时的 Park Store， 然后唯一的，它这边林肯纪念堂旁边唯一的公共厕所就在这个 Park Store 旁边，然后还是个户外临时的，然后其他的 sign 都是假的，不要相信。就在我的上面，快被太阳烤成7分熟，快要中暑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官方隐藏关卡，就是林肯纪念堂的地下室。各位，这绝对是最值得一看的地方。从上面那个大蒸笼走下来，这地方就是天堂。谁能想到，在林肯老哥那庄严肃穆的大理石宝座正下方，竟然藏着一个像《盗墓笔记》电影片场一样的巨型工业洞穴。你们看到的这些10几米高的巨型混凝土柱子，就是他们硬生生扛起了上百座几万吨重的白色神庙。100年来，这个巨大的地下迷宫一直藏在黑暗里。为了这次2026年的250周年国庆，官方才把它彻底翻修，并且对所有人开放。在这个地下空间里，你不仅能看到改变美国历史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与软件，甚至还能在柱子上看到100多年前造这座房子的工人们偷偷画的涂鸦。这种官方正史与普通人生活痕迹交织在一起的感觉，才是这趟探秘之旅最迷人的地方。这里介绍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说之一——格底斯堡演说，让林肯老哥名垂青史。而更令他想不到的是，在这篇演说发表的123年后，一位长者因为全文背诵原文而化解了东方大国的一场政治危机，从而走上权力巅峰。上面是光鲜亮丽的宏大叙事，下面则是粗犷真实的工业地基，而且最关键的是，这里有空调，或者至少没有大太阳。为了这个，我愿意给它打满分。其实吐槽归吐槽，2次相隔2个月的闲逛，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真实。这座城市为了迎接250周年，有春天的温柔，也有夏天的狂热。历史并不是高高在上冰冷冷的石头，它就存在于倒映池旁春天的微风里，也存在于7月让人汗流浃背的热浪中，更存在于每一个来这里打卡的普通人的笑脸里。无论是4月的宁静，还是7月的喧嚣，属于华盛顿250周年的故事正在我们脚下继续。好了，这一期就逛到这里了。刚刚在纪念堂地下播放了一个美国250周年的短片，放到最后给大家观赏一下。In 1914, a nation still scarred by war laid the groundwork to fulfill a promise. A memorial to the man who saved the Union. Years ago, our fathers brought forth on this
nation, conceived in liberty and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and a symbol for the people who would carry it forward. American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ok this opportunity to find the common ground. I leave you hoping that the lamp of liberty will burn in your bosoms until there shall no longer be a doub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free and equal. Spread all over the universe. Something beyond imagination is happening. We will be able to transform the dragging discourse of our nation into a beautiful symphony of brotherhood. It is for us to be here dedicated to the great task remaining before us. That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 On America's 250th anniversary, we honor the ideals the nation fought to preserve.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